将军，这边。黄河大水致使黄河决口16个郡受淹。陛下，陇西代地接连军报，多股匈奴军纪肆掠寇边。行了，朕知道了。你接着说。黄河在顿丘地方改道，濮阳户子已成一片赵国。陛下抽调的10万汉军士卒，已有几案正当时率领前往紧急救险，但目前仍未能堵住决口。朝中还有什么人精通河务？魏齐侯窦婴在先帝时代管过一段河务。来人，请魏齐侯马上过来，看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。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陛下，相比之下，洪水猛于匈奴，微臣择时再做奏报。也好，朕也感到，要痛击匈奴，必须要请全国之力。要请全国之力谈何容易？国家之大，千头万绪。宣魏齐侯上殿。魏齐侯叩见陛下。挺身吧。朕已发兵3万去堵决口，可堵上了又被冲开了。数万兵卒还少吗？嗯，就是用人墙堵，他也该堵上了。怎么就堵不上呢？魏齐侯，臣在。朕在问你呢。臣在听着。朕不是让你听，朕是要听你说。臣无话可说。什么无话可说？老滑头。魏齐侯啊，朕历来把你视为知己，你平常呢，也是跟朕无话不说。是什么事？嗯？真是奇了怪了。是什么事能让你魏齐侯3缄其口？又是什么事能让当朝的大臣们如此作蜡？那个正当时，啊，前朝有名的水务专家，到地上转了一圈，回来就说染了病，告了假。好，你不说，朕说，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。是。这黄河决口为什么一再是决在北岸？嗯，是。建元3年时这样，今年又是这样。为什么水总是往一边流，而一旦决了堤，又总是难以堵上呢？是。是堤防陈旧，是人力不够，还是经费不够？难道真的是天灾难以抗拒？
还是人祸？陛下问过丞相没有？朕当然问过。丞相田汾跟朕说，江河决口乃是天意，人力不宜强行堵之。一旦战事强行堵上了，也未必就符合天意，迟早总会出问题。那就是了。那是混话。真没想到，你魏齐侯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跟田汾一个说法？嗯？臣不好说。有什么不好说呢？啊？臣没法说。什么事儿不能说呢？你说，你今天必须说。如果陛下一定要臣说，那臣只好告病假回家了。你说什么？滚吧！滚！窦婴，听清楚了，国难当头，责任重于泰山。谁要敢请假回家，朕就让他脑袋搬家。陛下，陛下，其他任何事情，老臣都能为陛下分忧，唯独此事，这实在是陛下家的私事。私事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。其实，陛下洞察秋毫。其实这洪水，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在北岸决口。其实，历年来，南北两岸的堤防厚此薄彼，待遇不同。其实，在黄河的线段，北岸人口密集，幅员广大，而南岸则奸杂贪图为愿。先朝原本就用于行洪泄洪之用。那为什么不用于行洪泄洪？啊？表叔。老臣斗胆问一句：陛下是要田呐，还是要德？陛下是要亲情骨肉，还是要苍生百姓？此话从何说起？很简单，北岸郡县均为百姓的田地，而南岸多是朝廷贵戚新圈的地，所以他们不但不加以行洪，反而派人派管，加强自己的堤防。这样一来，南北两岸的堤防，不该加强的加强，该加强的却甚至于
天灾里头加了人祸，对吧？你说是什么人？有这么大的胆子？真要是查出来，我就灭他的九族，砍他的头。陛下，陛下是万万做不到的。莫非？你说，那地是什么人的？是你窦家人的，还是刘家人的？陛下，算了，你倒是说呀！都不是，是陛下自己家的人。朕家的人？难道是丞相田汾？不光是田汾，还有陛下自己家的田。陛下的田？哼，朕家里哪有田？朕家里根本就没有田。朕要田有什么用？天下的田都是朕的，朕根本就用不着有私田。陛下，是皇太后的田。这就对了。是啊，这个决口不好读。你跟朕说，太后在南面那儿有多少田？1000多顷，1000多顷绝好的良田。田汾呢？5、6千顷吧。窦婴，你立刻持朕的节到南堤去，拔地泄洪。拔哪一处都会淹没所有的田的。哪一处有利于泄洪就拔哪一处，就是天皇老子的地也得拔。谁敢挡你，当场给朕斩首！苍天呐，保佑百姓，保佑我窦婴吧。这对身体有好处啊！姐姐，哎呦，你吓了我一跳！你怎么满脸的晦气？姐姐不只是晦气啊，倒大霉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什么？把我们家田给淹了？一片汪洋，平地水深3尺啊！这是谁让干的？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？损失点钱财倒不要紧，这欺人也是太甚了。是谁给皇上出的主意？还不是窦婴那个老王八蛋，
他拿着皇上的节命四处耀武扬威，损了姐姐的亲名不说，也为自己赚足了名义人望。姐姐，你知道这些灾民见了他怎么喊他吗？见了他就喊大将军万岁。这个万岁是可以随便喊的吗？我一猜就是他，姓窦的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姐姐，人家做过大将军、太子太傅，表面上深居简出，赋闲在家，能踏实吗？成天就和那些猪斗子弟还有灌夫之流饮酒扯淡，其实啊，还是在找机会报复咱们，想要东山再起呀。他那是做梦，让他等着吧。冠夫将军求见侯爷。哎呀，冠夫给侯爷贺喜了！有什么喜啊？整个长安城舆情鼎沸呀！人人都在夸侯爷平息了水患，解救了灾民呐！说皇上派了几任官员都没有解决，大将军您一到，拔倒了皇太后、丞相的堤，就救了老百姓啊！哎呀，漂亮痛快！将军，您是何等的人呐！漂亮痛快！官夫啊，你是不懂啊，老夫惹了大祸了。嗨，有皇上撑腰，还怕什么呀？天大大不过地去，阴大大不过阳去，这月亮再大大不过太阳去啊！我带了一坛好酒，咱们喝酒庆功啊！我给你庆功，走走走，庆功！你呀，别假模假式的给我赔罪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你连招呼都不打。其实你跟我说一声，我能反对你吗？这天下国家比咱们自己一家大，这点道理娘能不懂？区区1000顷的谷物，换来了几百万颗民心，值。母亲圣明。但是我只想问问，这些民心是谁得去了？是我得了，还是你得了呢？还是让窦家人得了呢？那1000顷田地，也不都是我个人的，我要那些地干什么？现如今呐，只要是沾着我们王家的边儿，什么屎盆子都往你身上扣，也不知道这些人安的什么心。想扣他就扣吧，可母亲弄脏了身子，你做皇上的光彩吗？去吧去吧，去忙你的吧，这国家单是你个人自己的，跟老娘和你舅舅都没什么关系。母亲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累了，你走吧。官夫啊，你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？哎呀，不就是个填坟吗？想当初，他给您舔屁股还不够格呢。别看他在相位上人模狗样的，嘿，只要王太后一死啊，我看他没什么戏了。那王太后要是死不了呢？窦老太太不是一口气活过了5个朝代吗？侯爷，有件事我总想问问你啊。我影影绰绰的听你们窦家人跟我说过，先帝临终前专门把你叫去，谈了很久，还给你授了一道密诏，是不是有这件事儿啊？你胡说！
侯爷，咱们怕什么呀？咱们都是什么人呐？想当初在战场上，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，两个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，谁他娘怕谁呀？献帝是给了我一个密诏。他为什么给你这个？献帝讲，朕死后谁要做吕后，你就把这个遗诏拿出来，做周勃。那好啊。嗨，可咱们皇上不是那个软娃娃惠帝，有他在，谁能做周勃？谁敢做周勃？吾皇万岁万万岁！陈德，把田木鱼鳞册拿过来。陛下且看，这就是魏齐侯死藩的泄洪之处。这一片就是太后的田吗？是的。那这一片呢？这是田丞相的。这一片又是谁的？臣听说是块民田。民田？朕不信，这么好的一大块田地是民田。民田能够夹在太后跟丞相的田亩中间吗？还有这一大块，这一片，这都是谁家的？听说其中有郭姐的田。陛下，您看看这边。你急眼就替朕去一趟，给朕弄清楚了，看看这究竟是不是真是民田。朕看也不是等闲之辈啊。你马上就去。啊，诺。马邑失利，黄河决口，这两件事儿给朕的教训很大。表面上看，皇帝高高在上，统治着万民。哼，其实哪儿那么简单呀？小皇帝多得很。如果朝廷上下不能形成有力的制约，朕就不知道天下究竟谁是真正的皇帝。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，皇亲国戚，个个也都是土皇上。谁会听朕的话？朕要办大事，先要清淤，疏通管道。可是错综复杂。陈陀，奴才在。你替朕想想，出个主意。朕看呐，两条，一条就是把他们都杀光了，杀那些个冒头不听话的。可也不能都杀光了。还有一条，朕看就借力打力。你听懂了吗？啊，奴才愚钝，没听懂。对喽，所以朕才跟你说呢。你以后就等着看戏吧。啊，还真的有人给魏齐侯贺喜呀！我就不相信。你现在去魏齐侯家跑一趟，你对他说：“
说田丞相有一件事想跟他商量。什么事啊？他魏齐侯淹了我的地，这题内的损失就算，题外的损失还是得给我补上。长安城北角不是有500亩肥田吗？是他魏齐侯的。你就说我田丞相今年没饭吃，跟他借过来种种。借地啊，借地啊，借个100年、200年。这什么这？拿我的帖子去。诺。这，使劲。哎，你小子还能记着老夫啊？丞相前日说到您，所以。哦，你吉福现在是鱼跃龙门了，整日陪在丞相身边。哎，你是做说客呢，还是做食客？还是侠客？还是鸡鸣狗盗之客？啊？大将军，您说笑话了。小人哪里敢忘记自己的出身呢？吉福当年也是在大将军门下，我永远也不忘大将军的风范与恩德。哦，你没有忘本呐？不敢。哎呀，但老夫这个门已经是残门断壁了，看他没有什么彩头了。哎呀，大将军的门，闲人谁敢轻易来呀？不是不愿意来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为什么这么多熟客，比如你吧，就轻易不来呢？哎呀，还不是怕您老人家不管饭呐，您老得舍得散钱呐。像孟尝君那样，他食有鱼，出有车，天下英才还不趋之若鹜啊！哦，嗨，手上没把米，连鸡都换不来。你要我散财，我没有财呀。您没财，您没财，皇上都得穷死喽。你大将军的实力，谁比得上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丞相最近遭了水灾，您知道吗？丞相让我对您说，只有大将军您才能帮他的忙啊。您连皇上的忙都帮了，难道还不能帮他这一点点小忙吗？这忙怎么帮呢？我说大将军，您手上是不是有一块闲田呐？这块地可是能给您结缘呐。哼，结他娘的什么缘？丞相想借您这块闲地用用。吉福啊，地怎么借？要用多长时间呢？丞相让我来问问，您能不能把那块闲田出借给丞相种种，也就是借个100-200年吧。那不是等于送给他了吗？哎，您不想想啊，您那块地是从哪儿来的？反正也是白来的。依奴才想啊，还不如干脆给丞相做个人情。混账！胡言乱语，鬼话连篇，敲诈到老夫头上来了。你小子也是混账！大将军，您骂谁呀？您要是骂奴才，小人敢领；
您要是骂丞相，老夫骂的就是田汾这个王八蛋。怎么回事？哼，田汾居然派了这么一个东西，向老夫索取城北那块地，还放出威胁之词。你好大胆呢你！我奉丞相之命啊！什么鸟丞相？不过狗一样的东西！还记得他当年在大将军门下摇头摆尾的奴才相吗？现在怎么了？当了皇上小舅子就要吃人了啊？居然凌辱到大将军的头上！你回去告诉丞相，他要地找皇上去要，别在这撒泼！你也一样，你这忘恩负义、趋炎附势的小人，你给老子滚！滚出去！将军松手，松手啊你！走啊你！走！哎呀啊！去！滚吧！好个冠夫啊，竟敢如此撒野！他竟说我像狗一样的东西。算了吧，丞相，咱们就息事宁人吧。再等等如何？反正魏齐侯他也老了，他也闹腾不了几年了。再说皇上还要用他，咱们就权且忍耐些日子吧。我偏要杀杀他的气焰，先收拾冠夫。谁不知道冠夫是颍川一霸，头号豪强，正好也是撞到风头上。皇上刚对我说，让我调查整治各地豪强，我就先拿他开刀。你是说借皇上的快刀，砍他的脑袋？这你听谁说的？我是听城外人说的。外头的啊？哦，你二叔啊？应该是他吧？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想会有人知道的。这事儿啊，你还真得出去，派人打听打听，到底是真的假的，可不敢胡说八道啊！行，我马上去。皇上，陛下。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？闲着没事儿，嚼嚼舌头。什么舌头？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。好，那说给朕听听。怎么？不愿意告诉朕？不是，老百姓的传言，说是丞相置地，让魏齐侯给抓住了。是吗？那朕就更想听了。陛下，那块地臣已查明，并非是普通民田，却是大豪强郭解的家田。刘伶的一个马夫，也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通知诸臣，到宣誓去议议。遵旨。各地报来豪强的名单都备齐了。陛下，您看该怎么处置呢？都抓起来！抓不得啊，陛下。这都把人家抓起来了，人家又没犯法。再说，你都抓起来了，又要用个什么罪名呢？那你们看，该怎么办呢？陛下，微臣有个谬议，不知是否当讲。你说。
陛下当前正在修建阴宅茂陵，是不是可以索性把天下的豪强及其家奴财产一起迁移至茂陵？这样可以一举两得，一方面可使茂陵迅速繁荣起来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他们摆在天子脚下，管住他们，防止这些人在各地兴风作浪。这样既用不着诛杀，隐患也可以清除。招是高招，就是损点儿。此意不错。是啊，这样一来，朕在位的时候，他们都陪着朕，虽说添乱，却也热闹，朕并不在意。等到了那边，也让他们都陪着朕，图个热闹，不是？丞相，你可以拟旨了，命各郡重新调查户口，凡财产在3000担以上的豪强人家，限期迁入茂陵，逾期不迁者，财产罚没入关，家人贬为奴婢。去办吧。陛下，臣领旨。朕以为，攘夷必先安内。朝廷近期首要的大事就是，要坚决打击各地地方上那些个无法无天的豪强们。各位要把此事承担起来。好了，退下吧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退朝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在这伺候陛下。舅舅，伺候陛下。怎么是你呀？舅舅，听说你要娶燕王的小妞子做新太太了。这也是太后的意思。朕的这老娘也真是的，唯恐你这姓田的和姓刘的连得不紧啊，是吧？陛下在说笑。不过连得越紧，越能够同心合力的辅佐陛下。但愿如此。你还有事吗？是。陛下，您正在整治豪强，但在朝廷身边就有一家大豪强，陛下，您听说过了吗？谁呀？陛下，您听说过颍川郡的2句民谣吗？什么民谣？饮水起，观时宁；饮水浊，观时足。什么意思？陛下，他说的是
颍川守霸第一家族冠氏啊，老百姓都恨他们呢。你是说冠夫家？陛下，您看，这是臣收到乡民告他家占田御制鱼肉乡里的状纸。真是冠夫家？是，陛下。就这点事儿也非要来问朕？难道还要朕亲自过问？难道你丞相连这点事儿都管不了？臣明白了。陛下，只因为冠夫也曾做过校尉，所以臣不得不慎重一点，所以才向陛下请示。有陛下这句话，臣立刻派人去查办。臣告退。